在这个快节奏、信息碎片化的时代，娱乐圈的风向变得比翻书还快。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近2年的网络舆论，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不少人信誓旦旦地断言，王一博这2年没怎么频繁露面拍戏，是不是已经凉了？在流量至上的语境里，曝光率的短暂下降往往被直接等同于人气的衰退。然而，事实却狠狠打了这些人的脸。就在2026年5月29日，福布斯亚洲正式公布了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，王一博不仅强势入选，更是文娱体育领域唯一上榜的中国男艺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已经是他职业生涯中第5次登上福布斯的相关榜单。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，我都忍不住在心里感慨，在这个恨不得把艺人一天24小时都榨干，生怕被遗忘的流量时代，我们太容易被表面的喧嚣所迷惑，却往往忽略了那些在暗处默默扎根、向下生长的人。29岁的王一博早就跨越了需要靠疯狂接戏、刷脸来维持热度的初级阶段。他用一种近乎降维打击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顶流从来不需要用虚假的繁荣来证明自己。咱们不妨把时间线稍微往前推一推，看看他这2年消失的真相。其实，所谓的停工，完全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。在2025年底播出的纪录片《探索心境2》中，他罕见地袒露了心声。他坦言，在爆红的那2年里，自己连轴转地拍摄了4部电影和2部电视剧，与此同时，还要兼顾几10个商务代言和舞台表演。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，那种高强度的透支，让他一度对表演失去了最初的热情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一段自白真的非常打动人，也极其珍贵。在如今这个资本裹挟、急功近利的娱乐圈，有多少艺人为了维持热度，哪怕状态不佳，也要硬着头皮接戏，最终交出的作品不仅敷衍了观众，也消耗了自己的羽毛。王一博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拥有极强的自我觉察能力。他不想敷衍观众，更不想敷衍自己热爱的表演事业，于是干脆主动按下了暂停键。他选择清空自己，去找回做艺人的初心。这种在巅峰时期敢于急流勇退、懂得留白的清醒，在整个内娱流量圈里真的是凤毛麟角。懂得踩油门是本能，但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踩刹车，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在不拍戏的这段空白期里，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呢？答案是，干了不少足以让同行望尘莫及的大事。首先就是他在赛车领域的硬核突破。他不仅成功考取了国际地级专业赛车执照，更在2026年4月的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中正式代表车队出战，并且以零失误的惊人表现完美完赛。咱们不妨细品一下这背后的含金量。国际地级执照可不是随便考的，它需要极其严苛的理论学习和实车训练，而 China GT 这样的国家级专业赛事，面对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车手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严重的赛道事故。王一博能够做到零失误完赛，这绝对不是靠玩票或者立人设就能做到的，这是用无数次的汗水、摔打和对机械的极致热爱换来的。当别人还在红海里争抢有限的影视资源时，他已经在用专业和极致去重新定义什么叫真正的跨界玩家。除了赛车，他在纪录片领域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。由他主导参与创作的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，连续2年拿下了被誉为纪录片界奥斯卡的泰利奖 （Telly Awards）。要知道，他可是内娱第一个拿到这个国际重量级奖项的艺人。不仅如此，他的作品还多次获得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权威官媒的点名点赞。说真的，看到这些成绩，我真心觉得，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，而是用实打实的奖杯和主流的认可去证明。他不是在逃避演艺圈，而是在不断拓宽自己职业能力的边界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多重核心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。如果说跨界成就展现的是他的个人魅力与专业精神，那么在商业版图上的跃升，则彻底彰显了他作为成熟艺人的商业价值与战略眼光。2026年3月，王一博与乐华娱乐正式完成了续约。但这次续约绝非普通的艺人经纪合同延期，而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资本运作。公司直接授予了他1250万股受限制股份单位 RSU， 这占到了公司总股份的 1.51%， 按照当时的市值计算，价值接近2500万港元。从商业逻辑的角度来深度剖析，这一步棋走的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漂亮。首先，这笔钱不是白拿的，他设置了分4年兑现的机制，并且期间不能单方面解约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王一博与乐华娱乐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公司赚钱、艺人打工的短期雇佣关系，而是真正实现了利益的深度绑定。
只要他顺利走完这4年的兑现期，他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乐华娱乐的前10大股东。我个人对此的感触非常深。在如今阿里影业、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资本深度介入并把控内娱格局的大环境下，一个出身于偶像体系的艺人，能够凭借自身的不可替代性，在这样庞大的资本棋局中稳稳拿到一个席位，其分量可想而知。他不再是那个被动接受资本挑选、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打工人，而是蜕变成了能够与资本平起平坐、共同决策的合伙人。这种基于长期主义的契约精神，在浮躁的娱乐圈简直是一股清流，也标志着他在商业价值上完成了彻底的翻身与升华。伴随着商业地位的稳固，他在个人形象管理上也做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。他修改了自己的社交账号昵称，果断去掉了早年组合的前缀，正式且彻底地告别了偶像标签。这个看似微小的举动，背后却是他破釜沉舟的决心。他不需要再依附于任何团体光环，他要凭借个人的绝对实力，在演艺界站稳脚跟，而他也确实用硬核的影视成绩接住了这份底气。截至目前，他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强势突破34亿大关。在专业奖项方面，他凭借在电影《无名》中的精湛表现，提名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，又凭借在电影《热烈》中的热血演绎，提名了华表奖优秀男演员。这里必须强调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数据，他是华表奖设立3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提名的90后演员。每次盘点这些成绩，我都忍不住为他捏一把汗，继而又感到深深的敬佩。流量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犹如过眼云烟，但扎实的、经得起推敲的作品才是艺人最硬的底牌。他用实打实的票房数据和权威奖项的背书，完成了一场悄无声息却震撼人心的去偶像化蜕变。不仅如此，在电视剧领域，他主演的《追风者》在央视8套播出时，收视率峰值达到了惊人的 2.66%， 证明了他在主流电视观众群体中同样拥有极强的号召力。而目前待映的电影《人鱼》早早就被各大媒体和影评人列入了年度最受期待的片单之中。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看着王一博如今取得的这一切，我不禁想起了早年间肖战在一次专访中对他的评价。当时肖战夸赞他说，虽然他比我小，但是很成熟，出道3-4年依旧不忘初心。在当时的语境下，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同行之间互相捧场的客套话，或者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场面话。但现在回过头来，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上再看，你会发现当年的每一句话，如今都严丝合缝地落在了实处时间，真的是最好的试金石。当年那句看似简单的评价，如今看来却像是一面清澈的镜子，照出了王一博这一路走来的坚韧、通透与不易。真正的成熟，从来不是变得圆滑世故、见风使舵，而是知世故而不世故，是在见识过娱乐圈的繁华与诱惑后，依然能够守住内心的那方净土，立圆滑而弥天真。肖战看到了他身上这种难能可贵的特质，而王一博则用接下来几年的实际行动，将这份期许变成了令人瞩目的现实。如今29岁的王一博身上已经贴满了多元且硬核的标签，他是用作品说话的成熟演员，是赛道上追求极致的专业赛车手，是获得国际认可的纪录片创作者，更是深度参与公司决策的资本合伙人。每一个身份他都不是浅尝辄止，而是站得稳稳当当，做得有模有样。看着29岁的王一博，我真心觉得这才是当代青年偶像该有的样子，也是内娱未来应该发展的方向。他不迎合外界的焦虑，不盲从行业的潜规则，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，稳扎稳打地构建属于自己的护城河。他的故事深刻地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不是短期的爆发力，而是长久的耐力、清晰的认知和宏大的格局。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，王一博的时代落幕了吗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不仅没有落幕，反而刚刚开启了一个更高级、更广阔的活法。他不再需要向外界证明什么，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、极具参考价值的标杆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我相信，无论他选择探索怎样的心境，他都能交出一份令自己也令观众满意的答卷。这就是王一博的底气，也是他最迷人的地方。